Hello， 大家好。你在下班或者空闲的时候，会不会忍不住拿起手机看看朋友圈，刷刷短视频？我身边的人都是这么过的。有这样一个理论说，现代的互联网短视频就是现代社会的精神鸦片。夸张了吧？就看看短视频，咋就鸦片了呢？学区房指的是教育资源垄断导致的阶层固化，大白话解释就是花贵钱买个破房子，为了上好学校，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摆脱出身阶层。实际上，网络阶层的划分要比学区房严重多了，可能吗？手机、电脑、网络都在我手里，还不是我想看什么就点什么。有一个理论是这样说的：互联网原本是想让井底之蛙开开眼界，看一看井口之外的世界，然而现实却变成通过互联网，井底之蛙们相互认识，并且相互认同，最终达成共识，坚定不移地认为，对，世界就井口这么大。假设随机的把一群陌生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会因为同质性，两个相似的人会相互吸引。也可以看我上期视频，我们会喜欢什么样的人，于是我们会和这些人成为朋友。通过朋友和朋友的相互介绍，于是我们又认识了有着更多相同认知和价值观的朋友。这些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组织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这就是宗教组织社团最初的雏形，这也被叫做回音式效应。在网络世界里，人们经常会接触自己认同的人群和信息，并相似的内容和想法，并把这些当作真理和真相，这就在不知不觉中窄化了我们的眼界和思维。再加上三观、思考方式、算法的限制，无形当中就塑造了一个我们认为的世界的样子和一套我们自己的认知方式。这就是网络世界如何导致的阶层分化。就像回到公元前3世纪，你跟当时的人说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大家只会觉得你疯了。如果你跟井底之蛙说世界比井口大多了，只会让井底之蛙笑掉大牙。我们不但一直找证据努力证明世界就井口这么大，缺了大德的算法还在拼命地告诉我们，对，你说的太对了，世界只有井口那么大。而且短视频不管是从心理还是生理层面，都会对我们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奖励回路，让我们忍不住的去刷下去，就看下去。这就让我想到了著名的奶头乐理论。随着全球化陷阱，80%的人将逐渐被边缘化，这就将导致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大。为了让这80%的人不发现这些，不出来闹事，不造成阶层的冲突，于是就制造一些低成本的、容易使人满足的低俗娱乐，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沉溺在其中，从而逐渐丧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这就是奶头乐效应。你现在看看奶头乐效应，它简直太成功了。大皮皮对此表示反对，别老埋汰人家短视频行不行？人家里头也有好的内容啊。如果我们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种就叫做增量知识。增量知识指的就是进一步证实我们已经知道的知识。比如我们看了第30本经济学的书，想从中学到新的经济学内容就会非常有限，非常少，而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经济学的一些增量知识。这些重复的内容、概念、词语不会让我们有什么新的改变、新的认知突破，反而非常容易形成之前提到的确认偏差和回音效应。而短视频大部分的内容都属于这种增量知识。还有一种知识呢，就是有没有过老师、朋友、家人说的一段话让你印象深刻并且受用终生。这种一段话、一本书为你引入了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视角，更新了你对社会运作的基本信念的有价值的知识，就叫做突破性知识。那我们就去找突破性知识就好了。有一个附主悖论是这样说的：原本以为网络世界这么发达，我们的认知体系会快速的得到更新，实际上刚好相反。看上去到处都是信息，然而大部分都是没有用的，甚至有一些是负面的误导性的知识。光是要过滤掉这些知识，就几乎花费掉我们所有的时间。更何况看书这么消耗注意力、耗费脑、理解成本高的事儿，哪有刷短视频快乐呀？要知道我们的注意力在哪，我们的能量就在哪。所以找突破性知识不亚于在沙漠当中找水喝。对此大皮皮再一次表示反对。短视频当中也有我不知道的内容啊。如果说短视频、微博、朋友圈通常是一个人一天当中最好的想法，那么文章、
杂志通常是一家报社1个月最好的想法，一本书通常是一个作者几年几十年最好的想法。这当中就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含量和信息的密度。从概率上讲，你看一本书就会比你刷短视频得到突破性的知识概率要大，再加上短视频是我们被动的接收算法给我们推荐过来的视频，而书是我们主动的去寻找我们不知道的内容，这当中又无形的形成了知识的鸿沟。就算是我们好不容易总算找到了一条突破性知识，但是绝大部分时间我们记不住，真到用的时候想不起来。大皮皮经常跟我说，你别老看书了，干点活，看书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事儿。我觉得不对，可是我又没办法反驳他。再加上我那段时间还是米奇嘛，要到焊电路那步，我就在网上看了挺多焊电路的视频，我就觉得那焊电路长手就能焊太简单了，但我一焊就跟用脚焊的似的，哎呀，是根本焊不上。没办法，我又看了一堆书，就讲怎么焊电路，然后我就发现网上教那些视频错的都离谱了。我总算费了老大劲了，把我那电路板终于给焊完了。开始学代码的步骤嘛，有一本书讲焊电路讲的特别好，把每一个点都给我讲透了。终于学会了，我没有板子要焊了，我懵了。我学焊电路不应该看焊电路的书吗？这本教代码的书为什么讲的这么好？我以后我怎么看书啊？最近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冯诺依曼啊，达芬奇啊，他为啥干什么都行？干这行也行，干那行也行，学物理也行，学数学也行，学啥都行。我以前就觉得他们就是要么就是不睡觉，比别人多出一些时间去干这个干那个，要不然就是老天太不公平了，给他们留了门就开了窗户，让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全才。他们没有少睡觉，他们也没有都是全才，他们只是比我多知道一条知识。世界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运作的整体，而真正的普世智慧就是其中的规律、定理、心智模型、底层逻辑，我们通常称之为道。这套底层逻辑框架是可以跨时间、跨领域、跨维度，在任何学科、任何时刻都是完全成立的。比如28法则、马太定律，不管是一本书当中的知识含量，还是整个社会的整体架构，都是成立的。而一个拥有着完整心智模型的人，是可以一眼看透事物的本质的，是可以非常快的学会一件事物的。就比如埃隆·马斯克早年干 PayPal 跟特斯拉、SpaceX、人脑连接 Neuralink、SureCity 都不够他忙的了。他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哪有时间跨学科的研究这么多领域呢？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没有啊，我只是在用第一原理。他管这叫第一原理，是不是一个意思？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大染坊，陈守廷说啊，这一等人啊不用教，看一眼就会；这二等人呢得等着别人教；这三等人呢就是别人教，在家打都不见得能会。谁不想做一等人呢？可是这个电视剧一点都没讲怎么做一等人。但如今你再回看什么是一等人，带着这种逻辑框架，你再去看一条视频，你再去看一本书，你再去跟别人聊天，你就会发现他想说而没有说的，他没说而应该说的，而他知道哪些原则、哪些概念是可以更新认知的，他说的哪些概念又是新瓶装旧酒，不过是一个已有的知识。比如说帕莱托法则、巴莱多定律，实际上还是28法则，而他说的哪些其实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带着这种思维，我们就会收获更多的知识和加深我们的记忆。记得有个作者是这么说的，人与人的差距比人与猪的差距还大，这说起来怎骂人呢？实际上你现在再看一看，在别人都已经成为各个方面全才的时候，我们还在沉溺于短视频的快乐无法自拔，还会经常面对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挣的没有别人多，为什么没有别人厉害？而答案也都是怨天尤人的，我没有时间呢，我没人家出名啊。但实际上这就是最细思极恐的地方，我们连问题出在哪儿都不知道。要知道我们不主动管理我们的网络，我们就会被网络所束缚；我们不去主动学习，就会被划分到社会阶层的后面。有一句话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相信在任何地方28法则都是成立的。比如网络世界，我愿意努力的做那个2，分享我知道的、我认为的所有的突破性知识，和你一起用不一样的角度探索这个世界。今天就聊到这，拜拜。